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打造惊人髋关节的柔软度、顺滑度与灵活度》这本书。首先，我们要知道，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走路等各种日常动作，其实都是由髋关节所支撑的。髋关节是连接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关键关节，一旦这里出现问题，身体就难以顺利活动，甚至会导致长时间行走变得困难。这样一来，像是平地绊倒的情况也会逐渐增加，并朝着长期卧床的方向一路滑去。据说我们髋关节的寿命，也就是耐用年限，大约为70年。然而，许多人因为缺乏运动或肥胖等原因，在50或60多岁时，髋关节就已经出现问题了。甚至可以说，人类是从髋关节开始老化的。因此，髋关节的健康对于我们的健康寿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本视频内容完全是实战型的，没有复杂的理论或背景知识。今天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调整髋关节的平衡，提升柔韧性的4个要点。第二，每天只需2分钟，就能大幅提升髋关节活动范围的3个简单锻炼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调整髋关节的平衡，提升柔韧性的4个要点。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直接介绍一些具体的锻炼方法，来改善大家的髋关节状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整个锻炼的流程。其实，髋关节训练中，锻炼顺序比什么都重要。造成髋关节功能障碍、无法正常行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一、髋关节周围肌肉的柔韧性与肌力失衡，例如只使用右腿，导致肌力不平衡；二、髋关节活动范围的缩小，即使肌肉再多，如果活动范围不足，也无法顺畅的运动；三、运动时肌肉无法稳定发力，这关系到全身的联动性，因此不仅要锻炼髋部周边肌肉，还要强化支撑上半身的核心肌群。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按顺序进行，先调整左右髋关节的柔韧性与平衡，再提升髋关节的活动范围，最后锻炼髋部周围与核心肌肉。首先从调整髋关节的柔韧性与平衡开始。在髋关节周围，有时右侧肌肉异常发达，而左侧却特别僵硬，出现这样的不平衡状态，会导致髋关节功能障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逐一检查相关肌肉是否存在问题，从调整肌肉的柔软度和平衡开始。实际上，如果不先改善这种失衡状态，不管怎么训练，髋关节都不会变好。很多人一想到锻炼髋关节，就会立刻联想到肌肉训练或跑步，但如果在髋关节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贸然开始训练，反而会加剧不平衡，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平衡训练，虽然效果不容易立刻感受到，但它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希望大家抱着就当被骗了的心态试试看。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髋关节由多少块肌肉构成吗？答案是，髋关节涉及到23块肌肉，只要其中某一块变硬或变弱，就会影响骨骼的位置，从而破坏髋关节的整体平衡。不过，要一个个检查这23块肌肉，那天都要黑了。所以，一般人只需要检查4个主要肌群就足够了，大家的髋关节平衡情况将会逐步改善。因此，我们就从检查以下这4组肌肉的柔软性开始吧。首先，第一个改善髋关节平衡、提高柔软性的检查重点是股二头肌，也就是腿后肌群。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明这个部分。首先进行股二头肌的柔软性检查。髋关节相关肌肉中，体积最大且非常重要的就是股二头肌。股二头肌是指大腿后侧的一大块厚实的肌肉群。为了测试股二头肌的柔软性，请先仰躺下来，一侧膝盖弯曲，另一侧腿的膝盖背面用双手托住，保持膝盖伸直的状态下，尽可能将腿拉向胸前。光用语言可能有些难理解，如果你能把腿抬到与地面呈90度的位置，那就说明你的柔软性已经非常足够了。相反，如果膝盖无法伸直，或者无法抬高到这个程度，
就说明你的柔软性存在问题。像这样因身体本身不足导致的柔软性问题，被称为生理性柔软性。虽然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就是说身体太硬，生理性柔软性不足，代表肌肉僵硬，因此只需通过伸展训练来拉伸股二头肌即可改善。例如，在洗完澡之后进行充分的拉伸练习，有助于肌肉纤维的延展，并逐渐提升生理性柔软性。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刚才我们讲解的仰躺姿势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伸展动作。在该姿势下，一边吐气一边放松，坚持约30秒，建议每天做3组，持续3个月左右就能看到改善效果。另一方面，我们的柔软性还包括一个叫做功能性柔软性的概念。所谓功能性柔软性，是指你是否能正确的活动肌肉的能力。为了测试这种柔软性，我们需要站着进行，靠墙站立，一只手扶墙，吐气的同时，慢慢将远离墙的那条腿尽量抬高。同样的，伸直膝盖，看看你能把腿抬多高。在这个功能性柔软性检查中，你是否能像仰躺测试时那样抬高腿呢？如果无法顺利抬腿，说明你需要进行功能性柔软性的训练。训练方法也很简单，从刚才的站立姿势开始，将腿向后放下，脚尖碰地，然后一边吐气，一边慢慢地把腿往前抬起，再放回原位。这个动作重复5到10次，可以有效锻炼所需的肌肉群。接下来第2个改善髋关节平衡、提高柔软性的检查重点是股四头肌大腿前侧肌肉。股二头肌位于大腿后侧，而股四头肌则是大腿前侧的肌肉。这2组肌肉都非常大，对髋关节有着显著影响。一旦两者的平衡被打破，大腿股股的位置就容易发生偏移。因此，如果肌肉僵硬，就要进行股四头肌柔软性检查。同时，这个检查动作本身也能作为拉伸使用。保持该姿势约30秒，重复4到5次。如果缺乏的是功能性柔软性，就请像刚才那样不借助手的进行功能性柔软性的测试。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训练，重复5到10次，有助于强化股四头肌。接下来第3个要介绍的，用于调整髋关节平衡并提升柔软度的检查重点是臀大肌。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进行臀大肌的检查吧。臀大肌是支撑髋关节非常重要的肌肉，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能够直立行走时最关键的肌肉。大家有没有在走了很长距离的第2天，感觉下背部的肌肉有些僵硬？那正是臀大肌在发出信号。臀大肌是一种非常容易因为身体使用方式的习惯而产生左右差异的肌肉。为了检查这种生理性的柔软性，首先请坐在地上，将一只脚的脚踝放在另一侧大腿上，然后用双手从小腿和大腿之间穿过去，在呼气的同时将那只脚尽量向身体靠近。此时请注意，不要让背部弯曲。如果抱着的脚小腿能够与地面平行，与身体也平行，那么就可以说明你的臀大肌柔软性非常好，就像之前检查腿后侧肌肉时一样。这个检查动作本身就是一个拉伸动作。此外，为了确认肌肉的功能性柔软性，还需要站着进行。请站在椅子旁边，一手扶住椅背，将离椅子较远的一侧腿从根部抬起，膝盖弯曲，同时向外打开，并使小腿与地面保持平行。可能有点难以想象，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也可以不扶椅子来完成，但请务必注意不要失去平衡。如果你在站立检查时脚也能和地面平行，就表示功能性柔软性也很不错。如果不能，那么这个站立动作重复5至10次本身就可以作为锻炼。重点是要清楚感受到内侧大腿肌肉在收缩，臀部肌肉在被拉伸的感觉。每天坚持做这个训练，你的身体会逐渐放松下来，变得更不容易疲劳。所以请一定尝试看看。那么接下来第4个要介绍的，用于调整髋关节平衡并提升柔软度的检查重点是内收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检查了3种非常粗壮有力的肌肉：股二头肌、大腿四头肌和臀大肌。而现在开始要看的是内收肌群和外展肌群。这2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些肌肉主要负责髋关节的内收与外展动作，也就是左右方向的动作。我们的髋关节并不只是能前后移动，也可以左右活动。而让髋关节实现360度活动的，就是内收肌和外展肌。此外，内收肌和外展肌也具有帮助下半身肌肉协同合作的作用，可以说是幕后功臣一样的存在。姿势不良的人，或者骨盆倾斜严重的人，往往这2组肌肉比较僵硬。运动不足的人，由于平时几乎不使用这些肌肉，因此容易产生不平衡，必须注意。所以我们先从内收肌的检查开始吧。为了检查内收肌群的柔软度，请坐在地上，将双脚脚掌相对，用双手握住双脚，然后打开双膝，看看膝盖是否能够低于地面约2个拳头的高度。如果做不到，那么保持这个姿势约30秒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拉伸。另一方面，为了检查内收肌的功能性柔软性，需要在站立状态下进行。请站在椅子旁边，一手扶住椅背，收紧腹部力量，将离椅子较远的一侧腿往身体正侧方向抬起。如果能够抬起至与地面约45度的角度，那就合格了。如果达不到45度，就请将腿抬到自己最大限度的位置并保持，重复5至10次即可。这样练习，内收肌就会逐渐被锻炼起来。接下来是第2部分，每天只需2分钟，就能大幅提升髋关节活动范围的3个简单锻炼方法。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具体的锻炼动作吧。扩大髋关节的活动范围的好处非常多，因此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就开始坚持练习接下来要介绍的锻炼方法。第一个要介绍的锻炼动作叫做摇腿运动。要提升髋关节的活动范围，首先必须进行前置的摇腿运动。简单来说，摇腿就是为了放松我们髋关节深处的小肌肉的运动。前面在第1部分时提到，我们的髋关节由23块肌肉组成，而摇腿就是要把这23块小肌肉全部放松开来。在第1部分中，我们通过拉伸肌肉来提升柔软度。这种保持同一姿势缓慢拉伸肌肉的方式称为静态伸展。静态伸展是通过物理性的拉扯肌肉来让它变得柔软，而摇腿运动的重点则是放松肌肉，就像让肌肉松弛下来的感觉。具体做法也非常简单，坐在地板上，双手撑在身体后方，双腿伸直向前，放松上半身，然后从髋部开始，让双腿交替向内侧和外侧轻轻摆动，像摇摆一样，持续大约30秒。接下来弯曲一边的膝盖向外打开，另一条腿保持伸直。同样的，将那条伸直的腿从髋部开始向内向外摇动，每边各持续30秒，然后换边进行。通过这个动作，你可以感受到髋关节深处的小肌肉逐渐被放松。这里的关键是彻底放松，最好是在家看电视时，放松肚子，全身松软地进行这个运动。第2个，每天2分钟提升髋关节活动范围的锻炼是倒膝运动。刚才通过摇腿已经让很多髋关节的肌肉放松了，接下来要做的是为了扩大活动范围的动态伸展。动态伸展与前面第1课的静态伸展不同，它是通过动的方式来扩大活动范围的伸展方式。而这个动态伸展就是倒膝运动。倒膝运动一共分为4个等级，因为髋关节的活动范围不能一下子强行拉大，否则容易受伤，所以必须分阶段从第1阶段开始，一步一步的进阶。起初动作幅度小，范围窄，等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后，再进入下一个等级，逐渐扩大动作幅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为了预防受伤，也请大家务必遵循这个步骤。那么首先介绍倒膝运动的第1阶段，同样坐在地板上，像刚才摇腿一样，放松上半身，
双手撑在身体后面，双膝立起，双脚张开，然后双膝一起缓缓倒向一侧，再慢慢回到正中，接着换到另一侧，再慢慢回到正中，重复这个动作，来回大约20至30次为一组。这个时候，从自己视角看，小腿倾斜到与地面呈大约45度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动作方法与第一阶段相同，但这次的重点是膝盖在接近地面的时候不要碰到地面，在快要接触地面时就停下来。这个控制力会进一步提升髋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刚才的可动范围是大约45度，而这个阶段的动作几乎达到了90度。如果你在练习时感到髋关节卡住的感觉，那说明你的可动范围还没有打开。建议先回到第一阶段的练习，继续一点一点的努力。当你能够毫无困难地完成第二阶段之后，就可以挑战第三阶段了。在这个阶段，我们会将膝盖更深地向下倒。具体来说，就是尝试让膝盖完全贴在地板上。这时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膝盖倒下时，身体另一侧的臀部不要抬得太高。虽然完全不抬起是做不到的，但我们可以稍微将腰部内收，伸展几倍来完成这个动作。以臀部最上方的骨头坐骨轻轻贴到地面为标准即可。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臀部骨头压在地板上有些疼，可以在下面垫一条毛巾等来缓冲一下。在第四阶段的动作中，髋关节的倒法与前面一样，但不同的是手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将双手支在身体后方，而是将双手交叉放在身体前方。这样一来，就无法用手来支撑上半身的重量，躯干核心就会承受更多负担。正是通过这样的负荷刺激，髋关节的可动范围才能达到最大极限。你实际尝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真的蛮辛苦的。但正因为如此，研究表明，第四阶段的姿势最接近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动作。毕竟我们平时生活中并不会总是用手去支撑身体，比如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是走路的时候，我们通常只有脚接触地面。换句话说，如果你连第四阶段的动作都做不了，那就意味着你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但即使如此，也千万不要焦躁，做不到第四阶段没关系，可以从第一阶段一步一步开始，把原本僵硬的髋关节慢慢松开。虽然这过程可能会花些时间，但就像那句老话所说的，绕远路其实才是捷径。一旦着急练习导致受伤，反而更是得不偿失。如果你觉得太难了，也可以从第三、第二甚至第一阶段重新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进行练习。每天的积累最重要。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三个每天只需2分钟就能让髋关节可动范围大幅提升的练习动作——鸽子式。不过可惜的是，仅靠刚才讲的膝盖倒地练习，并不足以提升到髋关节深处的小肌肉的可动范围。为了更深入地伸展那些在第一个练习摇腿中已经放松的小肌肉，我们就需要进行这个负荷更强的鸽子式。因为这个动作的负荷非常大，所以如果稍有疼痛感，一定要先把摇腿练好，再进行鸽子式。鸽子式的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坐在地上并张开双腿，其中一只脚的脚后跟靠近胯部，另一只脚向身体后方伸展，同时用手握住后腿的脚踝部分。因为动作稍微有些复杂，高龄者需要谨慎练习。在这个姿势下，一边呼气，一边用手将脚向上拉起，大约维持3秒钟。这一动作就像瑜伽的体式一样，因为负荷非常高，所以切记不要勉强自己。另外，拉起脚的时候，要有一种从大腿根部股骨开始旋转的感觉来进行这个动作。不要小看这些基础练习，它们正是建立良好身体状态的第一步。只要每天花一点时间持续练习，你的身体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轻盈、更有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